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韭菜不香。今天我们要聊一只过去2年让多空双方都坐过过山车的美股 HIMSS 和 HERS， 股票代码 HIMS。 它最早靠脱发和男性功能障碍药物起家，后来把皮肤护理、心理健康、女性健康、激素管理和减重服务都搬到网上。2024年，廉价复配版减重药让公司收入突然加速，股价也一路冲到72美元附近。监管风向改变后，公司被迫收缩复配药业务，股价一度腰斩。最近，他又靠诺和诺德合作，国际并购和保险覆盖下降带来的自费需求，重新反弹到30多美元。核心问题已经不是减重药还能卖多少，而是 HIMSS 和 HERS 到底能不能从一家擅长投广告的网上药店，真正变成消费者每天使用的医疗平台。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同时也感谢大家的点赞、订阅和关注，这是对我们团队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HIMSS 和 HERS 的起点来自一个很容易被传统医疗忽略的问题。很多年轻男性明明在意脱发、皮肤和性健康，却不愿意花半天时间预约医生，再坐在候诊室里解释这些让人尴尬的困扰。创始人安德鲁·杜杜姆此前参与创办创业工作室 Atomic， 也做过多个互联网项目。他没有医学背景，看到的却是一个典型的消费体验缺口。药物本身并不新，医生也不是不存在。真正让人放弃治疗的是流程麻烦、价格不透明，还有面对面开口的心理压力。2017年 HIMSS 上线，网站没有传统医疗机构那种冰冷设计，而是像一家生活方式品牌。用户在手机上填写健康问卷，与持牌医疗服务人员沟通，符合条件后获得处方，药物直接寄到家里。最早的商品集中在非那雄胺、米诺地尔和西地那非等成熟药物，专利已经到期，供应成本不高，消费者却愿意为隐私、便利和持续配送支付溢价。HIMSS 没有发明新药，它重新包装了获得药物的方式，这套模式很快被证明有效。公司上线第1年就配送了超过100万份订单，并在2019年成为估值10亿美元的独角兽。随后推出 HERS， 把女性皮肤、避孕和健康需求加入平台。疫情期间，消费者被迫接受远程问诊， HIMSS 和 HERS 顺势扩张。2021年，公司通过橡树资本支持的特殊目的收购公司上市，交易估值大约16亿美元。那一批特殊目的收购公司后来大多跌得很惨， HIMSS 和 HERS 却活了下来，因为它不是只靠演示文稿讲未来，而是在持续增加订阅用户和收入。HIMSS 和 HERS 最聪明的地方是它没有把自己定位成一次性卖药的网站，用户完成问诊后通常进入自动续费订阅，头发不会1个月长回来，皮肤问题需要持续治疗，男性功能障碍和激素管理也不是一次购买就结束。公司把这些长期存在但患者经常拖延处理的问题变成稳定的重复消费。订阅既减少了用户每次重新找医生的麻烦，也让公司能够预测收入，并根据续费行为判断一位客户值多少钱。但这门生意不能简单理解成软件订阅，每增加一位客户，公司仍要支付药品、医疗咨询、包装、配送和客服成本，它还需要不断投广告。2025年 HIMSS 和 HERS 的营销费用达到9.19亿美元，其中直接获客支出接近7.99亿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全年收入的接近40%。广告不是锦上添花，而是整台增长机器的燃料。公司能否创造价值，取决于一名客户带来的长期毛利润，能不能明显超过把它吸引进来的成本。这也是 HIMSS 和 HERS 与普通网上药店最大的区别。传统药店争夺的是处方流量， HIMSS 和 HERS 先用品牌找到消费者，再把消费者引导到医疗服务和药物。广告文案很直接，网站设计更像电商，价格通常提前显示。对用户来说，他卖的是少走弯路；对公司来说，真正的资产不是某一种仿制药，而是他知道怎样找到有特定健康焦虑的人，并让他们愿意在线完成问诊和续费。公司随后开始推动个性化治疗，不同用户可能获得不同剂量、不同成分组合或不同用药形式。2025年，个性化方案已经占美国收入的70%以上，
使用个性化方案的订阅者也超过半数。这提高了每位用户的收入，还降低了用户直接拿价格与普通药店比较的可能。一个标准化仿制药很容易被比价，一套包含问诊、定制配方、配送和持续支持的方案，价格就没有那么透明。真正让公司从热门成长股变成市场焦点的是减重药。诺和诺德的 Wegovy 和李来的 Zepbound 需求爆发后，供应一度严重短缺。美国法律允许复配药房在特定药品短缺时制作替代版本。Hims 和 Hers 抓住窗口，在2024年推出价格更低的复配司美格鲁肽。原本每月可能需要上千美元的品牌药，被改造成普通消费者可以自费承担的订阅产品。减重需求巨大，用户支付意愿也远高于脱发和皮肤护理。公司的收入和单个订阅者收入迅速上升。2025年 Hims 和 Hers 全年收入达到 23.48 亿美元，同比增长 59%， 订阅用户增加到约251万，平均每位订阅者月收入升到83美元，公司还实现 1.28 亿美元净利润。市场一度认为它不仅找到了新的高增长业务，还证明了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医疗模式可以盈利。股价在2025年7月冲到大约72美元，比特殊目的收购公司上市时的低谷上涨了数倍。问题在于，复配减重药并不是一个可以永远存在的普通商品。允许大量复配的基础是品牌药处于短缺，供应恢复后，监管机构要求市场回到经过批准的药物。Hims 和 Hers 试图依靠个性化剂量和配方继续提供复配司美格鲁肽，这在法律上存在特定例外，但边界并不宽。2026年2月，公司又推出每月49美元的复配口服司美格鲁肽，直接触碰到诺和诺头新款 Wegovy 口服药的利益。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很快表示将采取行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甚至提到转交司法部。Hims 和 Hers 2天后停止销售该产品。这次事件暴露了公司最核心的矛盾，它的增长速度来自科技公司的进攻性，经营的却是监管最严格的医疗行业。互联网公司可以快速测试价格和医疗，处方药不能只看点击率。公司每一次大胆营销都可能同时带来大量客户和监管风险。他越强调自己挑战传统医疗，监管机构越会关注他有没有把消费者需求放在临床判断之前。Hims 和 Hers 随后做出务实转向。2026年3月，公司与诺和诺德重新达成合作，开始在平台提供经过批准的 Wegovy 和 Ozempic， 并停止宣传复配减重药，只在有限和符合法规的情况下提供个性化复配方案。诺和诺德也撤回诉讼。这个变化牺牲了一部分高毛利的廉价复配业务，却换来了更稳定的药品供应、较低的法律风险和与大型药企合作的资格。转向的成本很快出现在财报里。2026年第一季度收入为 6.08 亿美元，只增长 4%。美国收入下降 8%， 海外收入则因为并购增长到7800多万美元。订阅用户增长 9%， 达到约258万，但平均每位订阅者月收入从85美元降到80美元，毛利率从 73% 降到 65%。调整后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从9100多万美元降到4400多万美元，公司由盈利转为净亏损9200多万美元。这份财报表面很难看，但不能把9200万美元亏损全部当成日常经营恶化。公司为美国减重业务转型计提3300多万美元重组费用，其中大部分是复配药原料和库存减值，还有1500万美元法律和解费用，以及并购、股权激励和公允价值变动。第一季度自由现金流仍有5300万美元，不过调整项目再多，也不能掩盖利润率确实下降。品牌减重药的药品成本更高，短周期配送增加履约费用，海外业务的利润率也还没有美国成熟业务那么高。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国收入下降。
公司解释，一部分原因是减重方案改成更短的配送周期，导致收入确认时间变化。这在会计上有道理，但投资者仍需要观察后续季度。海外并购让总收入保持增长，不能替代美国核心业务重新加速。2026年第一季度，海外收入同比增长接近10倍，主要因为加入了收购来的业务。把并购贡献剔除后，公司的内生增长没有报表标题那么漂亮。管理层仍然预计2026年收入达到28亿至30亿美元，高于之前的指引。调整后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预计为2.75亿至3.5亿美元，低于原来的利润预期。这说明公司愿意用短期利润换增长和业务转型。第二季度收入指引为6.8亿至7亿美元，意味着增长可能重新加速，但利润率预计只有5%至8%。对成长股来说，收入重启很重要；对已经经历过监管冲击的公司来说，收入质量同样重要。Hims 和 Hers 的多头认为，减重药只是获客入口，不是最终目的。一个用户为了减重来到平台后，还可能购买脱发、皮肤、心理健康、激素检测和其他服务。随着平台拥有更多健康数据，公司可以推荐更适合的治疗方案，提高留存和每位客户的消费。公司正在投资自有药房、实验室、配速系统和肽类制造能力，希望控制从广告、问诊到生产和履约的更多环节。规模越大，医生效率和采购能力越强，理论上可以摊薄固定成本。这个逻辑有吸引力，但跨品类销售并没有普通电商那么简单。一个购买脱发药的人不一定愿意把心理健康和激素治疗也交给同一平台。医疗数据越多，隐私和合规责任越重。公司所说的闭环数据系统，既可能成为护城河，也可能成为风险集中点。人工智能可以帮助筛选用户、优化客服和匹配治疗选择，却不能代替医生承担临床责任。公司的下一个大动作是国际化。2025年，它收购欧洲数字医疗平台 Zava， 进入英国、德国、法国和爱尔兰，之后又在加拿大扩张。2026年6月，公司完成对澳大利亚 Eucalyptus 的收购，交易价值最高约11.5亿美元。Eucalyptus 旗下有减重品牌 Juniper 和男性健康品牌 Pilot， 也覆盖澳大利亚、日本、英国、德国和加拿大。Hims 和 Hers 现在已经从美国品牌变成跨4大洲的平台，并继续维持2030年至少65亿美元收入、13亿美元调整后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的目标。国际化可以降低美国复配药监管变化带来的集中风险，也能把 Hims 和 Hers 的营销和技术能力复制到更多国家。但医疗不是一套软件翻译成不同语言就能全球销售。每个国家的处方规则、广告限制、医生体系、药品价格和隐私法律都不同。Eucalyptus 的业务与 Hims 和 Hers 相似，整合逻辑比较顺，却也带来管理复杂度。最高11.5亿美元的交易规模对当前公司并不小。如果增长不及预期，商誉和或有付款会变成新的负担。资本结构也开始需要关注。截至2026年3月底，公司现金和短期投资合计约7.51亿美元，同时有账面价值约9.74亿美元的可转换票据，票据初始转换价格约70.67美元，高于当前股价，因此眼下更像低成本债务。股价未来重新上涨后，潜在稀释就会增加。公司还有大量尚未确认的限制性股票单位费用。第一季度股权激励费用约3690万美元，3月底未确认的限制性股票单位费用接近4.88亿美元。成长公司用股票留人很常见，但股东需要把真实稀释放进估值。竞争也在变化，过去 Hims 和 Hers 主要面对 Ro、Keeps、LifeMD、Nu 和 Weight Watchers 等线上平台，现在诺和诺德和礼来正在建设自己的直销渠道。亚马逊拥有药房、流量和会员体系，传统医疗机构也在改善远程服务。当品牌药厂把价格降下来，并直接触达患者时， Hims 和 Hers 不能再靠我这里有更便宜的药维持优势，它必须证明消费者愿意为筛选、问诊、
持续支持和更好的体验额外付费。反过来看，大型药企也需要 Hims 和 Hers。药企擅长研发、临床试验和与保险体系谈判，却不一定擅长每天在社交媒体上找到20-30岁的自费消费者。根据公开报道， Hims 和 Hers 已经成为诺和诺德交易量较大的远程医疗合作伙伴之一。越来越多美国雇主正在减少减重药保险覆盖，消费者被推向自费市场。品牌药价格下降后， Hims 和 Hers 手里的200多万订阅用户和营销漏斗反而更有价值。它可能从药企的挑战者变成药企争夺自费患者的分销入口。公司还在把故事延伸到长寿、激素、检测和肽类产品。它推出更广泛的血液指标检测，并与全身扫描服务合作，也在 Menlo Park 的设施研究肽类产品。这个方向市场空间很大，却比脱发药更具争议。部分所谓生物年龄检测和全身扫描的临床价值仍有讨论，很多肽类产品缺少充分证据。Hims 和 Hers 如果能提供透明供应链和医生监督，可能把灰色市场正规化。如果营销走在证据前面，也可能再次遇到监管和声誉问题。现在来看估值，截至2026年7月17日 ，Hims 股价约32.84美元，市值约75亿美元，较2025年72美元附近的高点仍低一半以上。把可转换票据减去现金和短期投资后，企业价值大约77亿美元。按照2026年收入指引终点计算，企业价值大约是预期收入的2.7倍。按照调整后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指引终点计算，大约是25倍。这个估值不算极端昂贵，但也没有便宜到可以忽略执行风险。如果公司真的在2030年做到65亿美元收入和13亿美元调整后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当前企业价值只相当于目标收入的 1.2 倍，目标利润的6倍左右，看起来非常有吸引力。问题是，未来4年还会发生并购付款、股票稀释和资本投入。2030年目标也建立在美国业务重新增长、国际整合成功和监管环境可控之上。市场现在不是不相信消费者医疗的需求，而是不愿再把管理层的每一次新产品发布都直接换算成确定利润。判断 Hims 和 Hers 不能指定减重药收入，接下来更重要的是美国收入能否恢复增长，品牌药转型后毛利率能否稳定，订阅用户增长是否来自真实留存而不是并购，营销费用占收入的比例能否下降。还要看公司能否在不依赖监管、灰色空间的情况下推出新业务。只要其中2-3项持续改善，股价仍可能重新获得成长溢价。如果增长必须依靠越来越多广告和并购， Hims 和 Hers 就更像一台昂贵的获客机器。我对这家公司的看法是，它既不是简单的网上药店，也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医疗操作系统。它最强的能力是理解消费者愿意为什么样的医疗体验付费，并把过去难以启齿的需求变成品牌化订阅。它最大的风险是管理层习惯用互联网速度进入医疗领域，而法规、临床证据和患者安全不会按互联网速度调整。Hims 和 Hers 能否成为长期赢家，取决于它是否能完成一次身份转变。早期公司靠消除尴尬获得客户，减重药阶段靠价格和供应缺口加速，未来必须靠可信赖的医疗关系留住客户。当消费者不再只是为了拿到一盒便宜药，而是愿意长期把健康数据、治疗选择和复诊交给平台， Hims 和 Hers 才真正拥有医疗行业的护城河。在那之前，这只股票仍然会同时拥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和很高的波动。感谢您的收看，做这类深度内容不易，您的订阅、点赞和转发就是对我们团队最大的支持。我是韭菜不香，我们下期再见。